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婉慧委员、蓝轩小姐、唐湘龙先生、万美玲委员、徐宏庭议员、林涛议员。好，美国对印度哦，本来美国这几年一直拉印度哦，因为印度围住中国大陆嘛哈，但是呢，对印度的50%的关税生效了，本来是25%了，加了25%，因为印度跟俄罗斯买油，所以呢，就是再加25%就变50%啊。那印度出口说至少要减1兆，1兆元是很多的钱哈。那另外呢，很多媒体报道说莫迪就是不愿意屈服，传出来不知道真的假的，说川普打电话给他4次，不屈服，不接，那不接就是不接，所以川普感到挫败，川普就是说人家都积极的让白宫看我，这如果我跟台湾通个电话，他高兴死了。那不接电话呢？1次不接，2次、3次、4次都不接，你什么意思呢？所以呢，川普把印度的光环给他灭了。说苹果的供应链暂时不受影响。其实台湾也不少的高科技大厂啊，就是为了分散制造跑到印度去生产，其实也不少这样哈。那媒体是说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效果了。你逼嘛，你把印度逼的。对不对？那非要比如跟俄罗斯更接近跟中国大陆可能更接近尤其是钻石产业受到重创。印度的钻石业这个特别是钻石加工、切割等等很厉害的，切割跟抛光几乎都在印度完成所以很多那种钻石商都印度人。但不过这2年因为受到那个人工钻石崛起，原来大家不要买人工钻石，可是现在觉得人工钻石不错价钱那么低低很多所以很多年轻人买不起真钻石买个大大的假钻石也不错也不能叫假了，这人工钻石，所以钻石的需求降温那本来给印度就带来很大的压力，现在压力更大。印度主要出口项目到美国的比重呢，药物占36%，智慧手机占33%，珠宝首饰31%，纺织品28%，资本才18%，其他就比较小，但主要这几项那应该受到蛮严重的影响了但是印度说我不会停止买俄国的油，你叫我买谁是我的自由，什么不能听你，都要听你的那莫迪怎么办呢？现在就是印度制造印度消费，我自己买自己可以吧，对不对？所以呢10月以前要大幅调降消费税因为印度的消费税很贵了很高了，所以呢消费税降低，东西就便宜了嘛，印度人来买美国人不买，随便他好，那么事实上也是就是说大家要争气了，我们台湾人自己要争气了大陆14亿人，印度14亿人，加起来快30亿，怎么都要靠美国？美国只有3亿人呢，都要靠美国市场。为什么？美国就过度消费管他3721，所以我讲信用卡是美国人发明的，什么分期付款是美国人发明的，反正我们花再说嘛。所以他3亿人，他可能等于30亿人的花。你15亿人，你怎么花了1亿人的花？你不花嘛，都存起来，大陆也都存，台湾都存起来，储蓄率好高，不花钱，你钱摆那边干嘛？外销，牺牲我们的土壤，牺牲我们空气，牺牲我们水，然后呢，牺牲我们劳工，然后东西卖得便宜，做得还不错，美国人享受完了以后呢，所以你赚的钱都吐出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对印度商品加征高达50%的关税，27日生效。此举是为了报复印度向俄罗斯购买石油，50%的高关税上路，印度各大出口商相当无奈。US में जो तो थोड़े मोड़े काम थे, वो भी एकदम फ्लॉप हो गए。皮革、钢铁与农业，就连高价的钻石也无法幸免。दिवाली के बाद हमारा डायमंड का भाव बिक रहा था 25,000, अभी 18,000में बिक रहा है डायमंड。为了减少损失，印度钻石出口商试图将销售版图转往亚洲、欧洲和中东，但中国需求疲软，印度钻石产业出口跌至20年来最低。根据外媒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已经铁了心不低头，1周内4度拒接川普的来电。不过幸好电子产品出口不在新关税范围，暂时保住苹果在印度的投资。美国周5将结束小额豁免政策，价值$800以下的货物即将收税。除了台湾、南韩、印度之外，欧洲也决定不寄送小包裹到美国。DHL 还因此暂停了在德国的服务。外界担忧，像 Shein、Temu 等低价电商平台的商品势必涨价，
美国消费者将首当其冲。来，香龙，怎么看？印度为什么这么硬？因为它叫做莫迪，那我们都知道，加莫迪，我们都知道万夫莫敌。那因为它叫莫迪，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因为你看到莫迪平常的言行打扮，其实他是一个类似神职人员一样的一个领袖，所以他本身除了是印度的总理之外，他在印度的呼风唤雨，因为他的那种印度教民族主义本身把他包装成一个带有宗教倾向的政治人物。但是这种的定位固然使得他成为战后很少数能够执政这么长时间的印度总理，那也让他的这个就是说印人党本身呢能够的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可是眼前其实莫迪是在他们执政生涯当中呢最弱的时候，尤其在印巴空战之后呢，他的声望跌到三成多。那因为印巴空战的影响，因为印度本身跟中国关系的紧张，使得尤其在中国本身的影响力在翻过喜马拉雅山，这点很重要。因为过去喜马拉雅山让印度活在他的小世界里面了，周围真的是万夫莫敌，就是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可是当中国的力量可以翻过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印度呢在整个印度洋周围的优势就不见了。因此，他会更依赖美国，更依赖呢美国的朋友圈呢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可是这一次呢，为了关税，表面上面是关税啊，就是好像破坏了他跟美国啦、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可是其实川普上来呢，是第二个导致整个印度呢必须要调整思考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川普使得不管是日本、韩国、印度都一样，他们本身的战略基础都松动得非常的厉害，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一个盟友。第三个就是说，印度本身它的经济结构上面是非常脆弱的。印度的经济结构，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些项目，我认为这些项目你个别看好像都很重要，但坦白说，对印度来讲，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内需的农业市场跟它的农民的市场，那个是它最重要的，那也是莫迪的政治基础。他为了这个政治基础，他连 RCEP 都不参加，RCEP 跟他谈了。已经谈到最后了，15个国家都签字，他最后一刻他不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在 RCEP 他都放弃了，把自己孤立在亚洲经济整合之外。你要他去对美国现在要求他开放市场，而且美国进来的最有杀伤力的一定是农产品。莫迪在事情当中呢非常难屈服。从莫迪跟川普这两个人，其实从我们旁观看热闹的角色来讲，你要知道这两个是现在地球上面最会吹牛的两个男人。那现在只是看谁吹赢谁吹输而已，就这两个都是可以把话完全呢倒过来讲，完全呢在讲鬼话的人。现在的莫迪其实在某种的情绪上面，因为川普这个人的嘴巴坏嘛，就是他不只要你屈服，而且他会不断的拿巴基斯坦来恶心他，巴基斯坦什么都好，跟巴基斯坦呢走得靠近一点，说巴基斯坦击落他7架战机等等，用各种的话。巴基斯坦还提名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他不断的呢用巴基斯坦去恶心印度。任何人讲到巴基斯坦都不会有情绪，可是呢，你跟印度讲巴基斯坦，让他没有情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眼前呢，他跟美国的关系呢一定会卡住。石油的问题是印度呢另外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因为在俄乌战争之前跟之后，印度原来买俄罗斯的石油买很少，大概只占它的原油进口的1%、2%，可是现在呢是已经占到30%啊。他买的油比中国买的呢都还要便宜，他油已经成为他现在经济当中的重要的基础。老实讲，我已经享受这么便宜的油之后，你要我再去买贵的油，那是不可能。何况每个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叫你不可以买俄罗斯的油，那买谁的？买我的，买美国的，买美国的天然气。这还包括了他和金砖国家跟俄罗斯之间的政治互信的问题，所以莫迪现在的退路呢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件事情呢可能会卡很久，但不过大家都不要太低估印度，在印度身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所以呢什么时候呢印度呢会转弯是很难预测的。蓝轩，
事实上，我觉得对于那个莫迪来说的话，等于是在这一波的整个关税战里面呢，继中国之后，第二个那么硬的哦，还可以硬到底。那事实上，我觉得中国摆在前面，其实它的硬到现在为止的话呢，达到了某个效果了。那只是说，印度是不是有那么多的筹码，像是中国拥有，像是什么稀土啦等等的部分，可能未必啊。但事实上，刚刚向荣也讲了一部分，我觉得印度相当程度是因为国内政治跟国内经济的关系。国内政治的关系，就是因为说，他上一次他其实连续执政，而且呢拥有非常高度的民意，那都是在仅止于去年为止。去年的最新的这个国会选举之后，他已经沦落为虽然叫第一大党，但是必须要有党来共同合作才可以过半。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现在民意是不是支持他，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目前的话呢，现在美国要求就强力的农畜产品扣关，这对于他的广大的一个选民的支持度来说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等于就是说，如果说他同意开放市场，他等于得罪了他广大的选民，而这广大选民一得罪以后，他在国会的目前非常脆弱的多数就会变得摇摇欲坠。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是对他来说的话呢很难退。那第二个的话呢，因为他国内的经济相当程度的实际上是靠内需，虽然这个美国占它的出口20%左右，但是某个程度来说，你硬撑着这个就是他去估算整个的一个状况，实际上算盘拨一拨还可以勉强了。一个是内需啦，二方面的话跟中国、俄罗斯最近这段时间走得很近嘛那另外的话，金砖国家某个程度来说也是共同对于这个美国来说是一个强大的这个南方全球南方，所以它某个程度还可以去想办法转移这个20%的这个外销市场，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我认为。国内政治是一个最高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啦那这个国内经济是让它勉强还可以支撑得住，那所以呢到现在为止，而且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啦就是是不是确实的，就是它目前的这个对美国对他们课征的关税里面，其实电子产品跟药品并没有站在里面，所以你刚刚念了那么多，一开始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二个，刚好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出口到美国的项目，实际上没有课征50%的关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稍微的安心很多啦，就最主要的出口项目没有被课高关税，那最主要它要是守护的农畜产品不打开，那如果可以僵在那边，能僵多久是僵多久，我觉得这是目前印度的战略啦所以我觉得这本质上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台湾是少数也还在跟美国号称还在谈的国家。那我觉得是让我们看印度某个程度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任何的筹码可以让我们对印度也可以稍微跟在那个地方。总而言之，就算没有赢，也不要输。我想这个部分是印度目前可以到现在为止，它跟在那个地方最主要它的战略目的。基本上是这样是不是搞政治人都想的是政治了泽伦斯基开始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民调也很高啊，不得了，起码高我们2年呐。所以印度现在呢，也是把美国人当成魔鬼啊，看到没有？印度人把这个川普的人像上面贴满了标语，你是坏蛋，你是坏人，是魔鬼等等，然后就把它烧掉然后呢怒烧。哇，过瘾了！我打不过美国，把你烧掉总可以吧？所以呢，印度的铁拳会让你哭泣，你不要这样吓唬我们的国家。我告诉你，固然说关税会影响一些它的经济，但这种民族主义的气氛那个时候记不记得大家支持陈水扁？巴到冰冰爱酸病，记得吗？肚子扁了，没有饭吃，我也要卷陈水扁了。就怎样？你要欺负我们所以呢，白宫的顾问纳瓦罗呢？是以前 UC Irvine 的教授了那他是川普这次的重要的顾问，他很长期来就主张用关税来制裁。他现在说印度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打仗是莫迪的战争，印度的战争所以换句话说，他已经联想到说，俄罗斯能够打下去是因为他有收入，他之所以有外汇收入是印度买他的油所以呢这个俄罗斯能打就是印度的战争，莫迪的战争那另外呢，美国财政部长又说呢，今天有99%的晶片在台湾制造，是美国的国家风险怎么可以这样呢？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们命脉掌握在晶片，结果台湾的命脉呢，这个跟中国大陆这个随时受到威胁，所以呢，这是美国的风险这跟石油危机一样，跟石油危机一样所以他说，他一上任就秒打电话给魏哲家。然后呢，施压魏哲家同意拿出更多的钱，原来答应$650亿投资，现在变成$1650亿投资。我打电话给他的，但川普也说是我逼他的，所以呢，这两个在争功。我们需要再回来。
现在柯建铭该倒霉了啊！万年总召原来是一辈子干的，现在呢，应该下台吗？赖清德现在去参加各种活动，记者问他，他都不答复的，啊，笑一笑啊，等等，就或者是根本没有表情走过去，因为记者都会问嘛，都问他长得这样那样，你民调不好怎样一大堆。哎，他今天突然接受记者访问，而且明确表示，民进党团、立法院党团应做必要的改选，那什么意思啊？剑指柯建铭嘛，必要改选，什么叫必要改选？哦，那另外呢，柯建铭平常都接受媒体访问的，今天不接受媒体访问，不会受访。赖清德平常不接受媒体访问，今天接受媒体访问，你看有多大差别啊？赖清德亲自要求党团改选，这个民进党的前立委这个今天讲了那谢欣妮说呢，更换阁揆符合社会期待，换柯建铭算什么？柯建铭算老几啊？阁揆才该换呐，对不对？你们搞半天换汤不换药，我讲小打小闹小风吹你换了几个人有什么用啊？所以呢，阁揆换掉，我觉得谢欣妮讲的不错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我们党部人事也改了，年轻化、专业化。其实你民进党党部那几个人管什么？谁管你啊？谁那么在意啊？他改的叫做国际事务部、社会运动部、客家事务部、新住民事务部然后呢，王义川突然也昨天晚上请辞了。王义川原来不辞的不是我任期还没到吗？昨天晚上突然也辞了。所以呢，民进党党团7长现在只剩下1长，就是柯建铭。你怎么办？你一个人在那边继续干，人家其他都不干了那王义川，而且呢辞掉，而且不续任党团干部他说呢，改变是为了面对新局那另外呢，网络就酸王义川呢，之前你不是很凶吗？不辞职吗？还呛叫做王世坚，叫王世坚滚吗？那怎么现在呢突然就下台了？为什么呢？所以被认为这是赖清德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因为当前的局势充满挑战，所以府院党团都应该做必要的改组或改选。大罢免失败后，民进党立院党团也爆发辞职潮。民进党立院党团副干事长王义川也终于在社群平台上宣布不续任党团干部。他提到，已经跟赖清德主席提去辞去政策会执行长一职，新的会期党团干部也将改组。我也跟同仁表达不续任。蓝美玲。这个大罢免主谋的3巨头非常的清楚嘛，就是赖清德卓荣泰，再来柯建铭那这个呢，其实也不是媒体讲，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讲，柯建铭自己讲的。那我们再从这个赖清德的言行看来，记不记得他曾经有讲过，怎么样，这个青鸟就要飞出来了，我们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啦，民进党要跟公民同行啦，看起来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去发号施令就是要进行大罢免所以大罢免之后，现在看起来民进党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这个单一的战犯好像把这些全部承担下来了。那为什么要去找单一的战犯？无非就是怕这把火延伸到这个现在没有下来的这个卓荣泰，甚至于这个赖清德，就是要保真正的主谋，所以去找单一的战犯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党团几个人都说不干了其实意料之中啦。事实上在这一波这半年来民进党内有很多的这个委员其实他们也是看不下去的，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也觉得莫名其妙。但是现在民进党已经变成了一个一言堂，所以刚刚在讲说王义川也辞了，他辞了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其实没有很大意义，没有很大意义，也没有很大影响。那代表的好像是说他们想要讲的是说，好像我们一直在负责，一直在检讨，一直在负责，其实没有。我们仔细去看，没有，该负责人完全没有负责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柯建铭原来其实在他就是现在在政治舞台上我们再看会不会是他这个最后一舞了但如果是最后一舞身影要怎么样才会漂亮？因为现在各方逼宫嘛，那逼宫很多原因。第一个，有些真的是看不下去了，诚如可能像王世坚这样子的这个委员那也有人会觉得说，这整个大罢免可以很清楚知道，民进党的做法跟整个台湾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为了
明年或者是之后他们的选举，其实他们也会在想说，哦，不行，要赶快跟主流民意靠近，这大罢免这件事情大失败，就是不符合。那我们再看到，其实8月在26号的时候，这个总统的发言人出来讲说，哎，你们认为这个改选怎么样啊？党团啊，这个总召被逼宫啊？他说没有，这党团自主哦，因为党团自主是我们民进党一直以来优良的传统，这样哈。隔没2天，赖清德出来说没有党团自主了，要党团改组，要党团改组了。所以其实柯建铭啊，我看起来也差不多要北风北了，因为如果其实民进党这种一言堂这种专制你跟他的论调不同，现在大家希望你下来，你不下来，那就是跟他没有站在同一个方向，那也就是赖清德总统口中的杂质，你即便自己不下来，也是会被打掉。来，晚会怎么看？我觉得赖总统今天早上其实是去参加一个国际的一个论坛那这个活动之后呢，大家可以刚刚在荧幕上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场子是塞好的，这个麦架都是架好在那边的在这个饭店里面，我想这个是本来就准备好要出来跟大家讲话才会有的一个态势。我觉得他今天早上讲的话，我自己听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有要改革但是他整个改革的结果，他就是先把这个运动部这个年轻化用李洋这件事情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风向嘛，先告诉大家说，我们真的是有要改革。我觉得他这一波基本上就是没有诚意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美玲委员提到的，我觉得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前面这些党团的这一些干部呢辞职外艺术啦，因为我的是被党团改组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到这些党团的干部除了这个所谓的总召之外，对民进党来说，他本来到8月31号这一些干部本来就应该时间就到了但是大家就通常这个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这种干部到时间到之后就是改选，就是9月1号的时候，我们在院里面会看到很多的花嘛，然后我们大家就知道说他们改组了。这一次不一样，这次就是做的很有样子从这个823之后就风风火火告诉大家这个词那个词吴思瑶还出来很公开的讲说，我都不敢接这个柯建铭的电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刻意的要营造一个样子给大家看，就是说，我们是有要改革的只是说，我觉得王义川撑到最后才出来说他也要辞掉这个干部我有回去看他最近的一些发言我就觉得他自己的检讨里面在对于726跟823，他的检讨非常的有趣。他就说我们这次为什么这个726、823会输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府院党的反应都太慢了那这个蓝白呢都在跟大家讲政治，我们民进党是非常讲政策所以这样子是不对的。然后我还重复听了2遍，想说我自己有没有听错就说我们再也怎么会是搞政治，我们一直要跟你谈民生经济相关的一个法案包含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的相关的一个预算，我们后面可能也会谈到，就是我们希望你可以如期好好来发放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弱势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波整个的一个操作下来，其实本来赖清德是要告诉，因为他已经看到一个所谓的更大的民意长成什么样子，他不希望在他2026的布局里面，因为823跟726这2波的这个失败会有所影响，所以他当然要看起来有做一个非常彻底，我要做改变，不管是内阁的部分、他党的部分，或者是在这个党团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啦，民众会看得很清楚，你有没有诚意。从这个卓荣泰还是好好坐在那边，我们就觉得说你就是放几个人上去，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大家还是会用这个放大眼睛好好看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有诚意要来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改善。就你所说的，针对所谓的经济民生、弱势青年，你真的有想要好好做？就基本上我觉得民进党把大家都看成傻瓜了。其实人民很聪明的，就跟你726、823大罢免会失败一样，老百姓清楚得很所以呢，你这么搞来改去，你就以为是什么年轻化啦，什么革新化啦，连前立委民进党的立委谢欣你都跟你讲，搞什么鬼？阁揆下来才是真的啦。不管这是不是民进党里面斗来斗去，这是另外一回事，大家都看得出来嘛。你该负责一个也不负责你党里面对不对？就换一下那个秘书长，就算就负责啦。主席这边纹风不动然后呢立法院党团改革就算负责了，行政院改那么几个小打小闹人就算负责了，那骗谁嘛？休息一下再回来。